昨天德塔文玉骨遥从第一降到了第二，非常值得自豪。内娱也就是肖战家可以做到这样。我记得之前余生剧播的时候也有一次，禁娱当天猫眼下降到了第二，这次猫眼没下降，德塔文下降了。无论如何，肖战家的素质确实值得点赞。禁娱公告一发，完全听从引导，全员禁娱。内娱追星从来都是姿态很高，女顶流的粉丝团到现在都是罢工的状态，为什么唯独肖战家从来对工作室没有意见，完全听从引导？沙哥觉得这就是肖战的魅力所在。从一些采访，大家也能了解一些，肖战这个人不仅有人格魅力、格局、气度、眼界，做人做事就是一个样样都比你强的人。你有什么理由不听人家的？内娱很多明星只有外表，没有这种格局和气度，所以粉丝觉得这不行那不行，还是自己想的行，于是各种建议工作室，最后罢工抗议。肖战家觉得肖战什么都行，什么都比自己好，所以什么都没话说，跟着他走便是了。粉顶流有一个烦恼，就是肖战什么都是第一，第一久了，大家就看不到成长的落差，分不清楚第一和第一之间的区别。别人家都是想的第一想疯了，而肖战家对第一已经麻木了，而且乏味了。追星有时候确实需要新鲜感，需要激情，但我想很多人粉肖战的初衷大多数来自于欣赏这个人，时间久了就生出了很多杂念，远远的单纯欣赏是最好的追星方式，不要指手画脚，更不要做欣赏以外的事情。肖战玉骨遥到底怎么样？沙哥知道的不比大家少，但是剧播时大家只是观众，只取对自己有利的事情，这就够了。肖战也只是个打工仔。专业机构评价肖战的2部剧，说梦中的那片海以一己之力带动年代剧市场回暖，说玉骨遥市场快速响应，表现凶残。这样的词句用在一部剧上，真的非常罕见。有意思的是，德塔文对玉骨遥表现凶残的描述是在玉骨遥开播第2日，玉骨遥景气指数当天是第3，而开播前2日的玉骨遥德塔文排名，部分粉丝是不满意的。平台却说第2日排第3是表现凶残。其实这就是认知错位，平台知道这部剧很牛，但是粉丝不知道平台知道德塔文景气指数抓取的是全网热度，新剧开播是需要累积热度的，开播不是第一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玉骨遥这部剧已经很牛了，不仅玉骨遥牛，梦中的那片海首轮播完很久了， V 榜竟然还能排到第1，2部剧，一部网剧，一部上新剧都是第1，这个排面只有肖战的剧才可以办到吧？前几日梦中的那片海在北京开研讨会，一部剧能开上研讨会被讨论学习，沙哥可以说一部剧能达到这个高度真的不多，这个动作就是认证了梦海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好剧，估计梦中的那片海离拿奖不远了。肖战的玉骨遥昨天正式上线网飞，石影大神官开始了世界虐恋之旅。4年前肖战主演的《陈情令》就是登陆网飞，火爆全球的，为无限成为很多海外粉丝的白月光。4年后玉骨遥也在7月7日登陆网飞，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印度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马来西亚、丹麦等地都将在该平台收看到玉骨遥。石影大神官将开启全球刷脸之旅，让更多国家的观众看到我们中国的仙人之姿，优秀演员肖战的魅力。有评论说天下谁人不识君，预言一定会成真，期待已久的网飞这不就来了吗？肖战的这一波海外输出真的是太牛了，虽然很多剧集的版权也被国外平台购买，但是能上网飞播出的真的是不一般。海外的观众朋友们也是有福气了，可以和内地的观众同步追剧，共赏盛世美颜。肖战的国际影响力也将随着玉骨遥在网飞平台的播出进一步的扩大，真的狠狠地骄傲了一下。谁知道被鹅厂攥在手上超2年没播的玉骨遥，成功地挽回了他之前 S 加制作的脸面。特效、剧情孵化到不输当下最新作品，剧情更是横扫一片在题材快要拍烂的古偶。仙侠的剧情终于回归到了仙侠最初的模样，仙只是创作的外壳，侠才是支撑剧情的内核。不再粗暴的迎合市场，仙与魔的跨界，虐生虐死，几生几世轮回的爱恋，而是真真正正的肉体凡胎。这次得益于鹅厂的排播方式，连更19天，前期的人物铺垫，没想到6集定律确实存在。6集之后，
不少观众表示嘲女主颜值炒早了。剧情慢慢起来之后，也接受了任敏在剧中颜值不够惊艳的问题。确实，在6集之后，石隐受封为少司命，在云荒6部收首图，各部弟子上山试炼，勇斗穷奇。男女主进入了混沌副本，新桥名场面封神，观众很难不被吸引。另外一个重要因素，顶流肖战的古装扮相留住了古偶爱好者。虽然是连更，在暑期档满足追剧时间的观众依旧等不及。社交平台上提前放出来的花絮也吸引了不少的观众驻足，其中就看到有网友表示，终于出现高冷不面瘫的古偶男主，终于出现不是浓妆艳抹的古偶男主，终于出现黑化不靠妆造而靠眼神的古偶男主，终于出现台词堪比 CV 的古装男主，终于出现衣不脱地不踩恨天高的古偶男主。也有人说，肖战真厉害，在以前呈现出那么多无法超越的传奇作品中，还能做到一枝独秀突破，且带出另类的惊艳感来，他是真的很神奇了。第一次看见一个年轻的演员这么会演戏的，也这么懂观众。大部分都是围绕肖战的古装扮相，随后被演技征服。就连一向对肖战有着超高标准审视，刚开播1集就要带节奏抬走的豆瓣网友，对肖战此次的玉骨遥表现发生了180度的转变，确实难得。除颜值以外，是对剧情的赞许。播出的第5天，玉骨遥进入了拉新周榜第1，肖战饰演的石隐一角在站内热度的记录更是一破再破，势如破竹。1天之内，鹅厂自己就发了3次战报，目前已经是2023年站内热度值最快破1000万的剧集角色，更是站内2023年首个热度值破1000万的古装角色。肖战所带来的热度不仅在站内，站外横扫各大榜单，剧情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。当观众从颜值问题回归到剧情讨论时，就说明剧情已经吸引观众入场了。男主石隐这个角色原本是众星捧月的空桑世子，不出意外的话将会是下一任空桑帝君，结果不出意外的确实出了意外。一心想要复国的鲛人秋水不顾腹中幼子，选择自戕来离间北缅帝与白颜皇后和世子石隐的地位，确实成功了。从鲛人的视角来看待秋水的牺牲，他也是值得敬佩的。从观众的视角来看，北缅帝的昏庸无道不是一招，空桑的腐败注定要走向灭亡。石隐为什么值得秋水这样做？连一个没见过世子，生活在云荒6部最为偏远的西荒赤足郡主朱颜都知道，从未见过面的世子是神灵则是，如日月之盛，春花之貌。可想而知，这个世子在外的名声是有多高，甚至是空桑的希望。这样鲛人复国更无望了。白颜为了救石隐，让大司命带回九嶷山修行，从此深居简出，学成救母出宫，成了石隐的牵挂。结果天不遂人愿，唯一爱他的母亲也因他而死。然而，既是半个爹又是师傅的大司命，却一直给石隐灌输仇恨，差点黑化入魔。朱颜的出现拉回了即将入魔的石隐，他就像一团热情的火，逐渐温暖石隐的心和生活。看完8集后，尤其是新桥的名场面，理解时，隐会义无反顾地喜欢上颜值不那么出众的朱颜，不仅是宿命，不仅是衬颜。如果错过开头，当然无法理解后续的剧情发展。所以观众觉得前期铺垫时间过长的原因，也是被近年来快餐文化所影响，被玉骨遥的简介影响，或者说这个提前被定义到孤高清冷的大神官影响，给观众的印象会不会又是生人勿近的高冷面瘫脸，故作深沉的古装霸总感？结果玉骨遥播出之后，石隐这个角色完全不是简介中介绍的一样，发现一本正经的毒舌、搞笑、生气、腹黑，给这个角色增添了一份神性以外的烟火气，有正常人该有的爱恨嗔痴的七情六欲。就像肖战在接受采访时说的，高冷人设不代表面瘫。按照以往的仙侠古偶，石隐满足了所有黑化的标准，从众星捧月跌入谷底，被亲爹唾弃，母亲被欺辱，身边还有一个催黑化的大司命，还有一个上古神鸟的旁敲侧击，结果都没有动摇石隐心底的善念。谶语之事在后，做人之德在前。面对天资略迟的朱颜，是细心教导，更说出了法器没有人命重要。这么正的三观，在古偶中出现确实难得。在被审视之外，肖战更是扛住了网友的抽查。以前用演辈来吐槽演员的不敬业，全部交给配音演员，结果玉骨遥主演中只有肖战一个人是使用原声出演，
不过在一众专业的 CV 面前，肖战也毫不逊色，而且肖战的声音为石隐这个角色锦上添花，冰冷但温柔，有神的疏离高冷，又有少年的青涩温柔，很贴角色。连追肖战的2部剧，从年代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吴凤贤接跨度非常大的古偶玉骨遥，肖战扛得住巨抛脸这3个字，演啥是啥。粉丝追剧氛围延续了上一部，积极的讨论剧情。最关键的是，粉丝不仅是粉丝，也是观众，不能因为肖战家粉丝多就先入为主的给剧提前打上不好的标签，这不是客观评价，是偏见。